大家都觉得说内娱没有舞台或什么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对这个问题，我真的表示焦虑。谁还是鼻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就是一个不甘平凡的人啊！我选择了一条可能注定我必须要很丰富，人生经历非常让我难忘的一条路。人在逆境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你在顺境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3个形容词吧，来形容最近1-2年的自己的话，你觉得是什么？蜕变、成长，还有乐观。前段时间刚发了这个新的专辑嘛，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次新的这个专辑，我有一些改变和突破。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其实有尝试写摇滚嘛，定摇滚这个，我其实这个风格其实我也是纠结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以往可能我都会写，比如说那种给大家讲一个很沉重的道理啊，然后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啊什么的。但我今年不想要那么沉重的东西，就想要它更奔放、洒脱、快乐的那种感觉。就是3张就是原创专辑，有一种3部曲的感觉，就是而且就他们好像围绕的主题都与就是非黑即白、就二元论这个主题有关。其实一开始我的爱不爱的那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只是围绕着我个人来表达。然后第2张专辑的时候是表达的是黑或白，就是人的两面性。第3张专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表达的是黑白以外的事情，是我要慢慢的再去探讨我自己以外的更多的未知的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也代表的是我的蜕变。你从回国来参加选秀的节目，然后再从就是成团，然后再到毕业，然后现在就是说 solo 的发展，再到可能说遭受到一些争议啊或怎么样，然后好像就感觉人生在不断的重新开始的这个样的一个路上。刚才同事说觉得你像一个女战士你怎么看待这种？就像昨天我去吃那个脏串的时候，我听见对面那个叔叔阿姨还在说那个叔叔还在说那个，我觉得我这平凡的过一生挺好的，就是平平淡淡的过一生挺好。就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吧。但是我呢，第1名是孟美岐。就可能我在决定进到这一行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就觉得我选择了一条可能不归路，需要一直战斗。对，就是我觉得你就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这一生，你不尽量的，你都已经决定了你不想平凡的过一辈子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人生可能过得更加精彩呢？对吧？造起来。但我也不喜，但我是真不喜欢麻烦和折腾的人。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的多糟多难，我也真是没有办法。咱就是说，只能是认。对，就是你如果不能去改变你自己，不能去适应环境给你带来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所以可能我现在跟你说的所谓的我什么和解啊，我改变啊，我什么的，其实可能就是想让我自己能够内心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能够去就是更好的过我以后的生活。就是我管不了，就是说这个内娱有没有那么多的舞台，我也没有办法去说去给你建个舞台出来这种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先把你自己的东西做好。舞台不舞台的呢，它总会等待这个机会，它总会来的嘛，就它总会有，它不可能说一个都没有，它虽然少，但它没有不是说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自己要先做好你自己，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一个就职业发展规划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会把重心更多放在音乐上，还是说表演上，或者说
会有这样的一个侧重吗？音乐其实是我一直都会做的，今年会发实体专，然后后面的话，本来其实应该要今年开的那个演唱会，可能到明年初就会开。最近也在拍摄一些新专辑的物料啊什么的。然后呢，影视这方面呢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有适合的角色的，然后可以尝试的，谨慎的去选择。想要演什么样的类型的角色吗？想要演悬疑演戏，我挺感兴趣的。其实，因为演戏它是演一个人不同的人生，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就我还挺想要去尝试的。对。但至于是什么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桃花坞最后的时候，就大家在那个 T 恤上不是画一些画这种，当时就是你画的是就是黑色的掌印那种，然后上面还写了很多就是说关键词。那只是没有太锋利的词语，就是更难听的，可能更锋利的，我都用巴掌来代替了啊。对，因为我不想去把这些东西就是很直白的写在这个衣服上，对。所以那天做的那个行为艺术就是撒粉嘛，就是上面那些彩色的粉，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释怀，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那个地方。你与其你用这么多的痛苦给你自己换来那么多难过的不开心，那你还不如把它想得好一点。这个心态打开或者这种格局打开的这个过程是某一瞬间忽然感受到的。对，就是突然一下，你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阻挡你的快乐的。对，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很生气，但是我现在又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OK， 那我就先把这个事情给发泄掉，我再理智的回来把这个事情我看怎么解决。比如说你的解压方式是什么？通常就是身上如果觉得自己有负能量的时候，我的解压方式哭啊，要么就是打那个拳。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拳击的那种手套，就啪啪啪啪啪的打，就 OK 了。上一次哭是啥时候？上一次哭，我的妈呀，有段时间了。上一次哭应该是在录《桃花坞》的时候吧？啊，就是我那个 PD 就是哭的比我还伤心，就是很难过，他就是，哎呦，你别哭，你哭我也哭了。他就说你可以不用那么坚强，就说你还是一个小女生嘛，怎么样。他就哭得好伤心。你看到他哭，我看到他哭就不行了。我那种我不能看别人哭，我看到他哭我就不行了，我在这录这个开始了。这3首歌里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Flyer 那首歌啊，因为会觉得旋律很好听，很入耳那种。因为我写 Flyer 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场景的，就可能是像夕阳，然后我在海边奔跑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就是在采访里面就是说过，就是说其实希望能活成一个就感觉比较洒脱的那种状态的。就是你感觉现在有达到这种状态？我觉得我现在更加的明确了，我也更加的就是确定我要这个样子。怎么样算是洒脱的？其实就像我写的词一样，人类的生存理念各不相关，那就抛开不管。就比如说像我的那个 Flyer， 它的翻译叫孤注一掷嘛，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去面对自己身边的人和自己。就是我觉得人不能因为什么事情去迷失自己，也不能因为什么事情去轻易的改变或妥协，还是要有你自己去坚持的东西的。我以前其实是没想过我要自己写歌的，就甚至就是有朋友建议我去写歌什么的，我都会是那种很抗拒的状态。但是你知道写歌这东西，你一旦感兴趣了之后，你是收不住的。你会慢慢享受上这个自我的这种表达的，然后你也会想要去更多的去分享你内心的世界。做音乐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这样子。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就是这件事？说可能做个5年10年一直没有代表作的话，会觉得比较焦虑嘛？就是我现在还不至于我没有代表作吧，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手的吧，虽然那个不是我自己创作的，但是，我觉得有一手已经很不容易了吧。就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如果我能有一首是我自己写的，我就是还应该会蛮开心的。但我也在朝那个方向去走。但其实说实话，因为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你要坚持自己呢，你还是迎合，就是这个平衡其实很对，这个平衡是很难拿捏的。包括我现在也是在一直去找这个中间值。所以市场，我觉得我不会轻易妥协的，我会一直找的。明白。对，来聊聊就是《桃花坞开放中》这个节目吧。就当初为什么就是说选择要上这样的一档，就感觉群居旅行生活类综艺。说实话，我出道以来我从来没有上过慢综，就是可能大部分找我上的节目全是基本上要么就是竞技的，偏舞台。哎，对，就是基本上都是舞台的嘛，要么唱歌，要么跳舞，要么演戏，就是类似于就这种，或要么我想看看慢综是什么样的，好奇，纯属是因为好奇。第二是感觉还不错，就是因为它有生活，就是现在目前对我来说，生活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去这样子的慢综，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吧。算是也收获了一些朋友，然后也让我感受了一下慢综，原来是这个样子。如何就是说在一群可能不是那么熟的人当中，就打破冰，就打开那个最初的尴尬局面？你觉得你是那种社交悍匪型的吗？就是我不是，但是我觉得我有在慢慢改变。我以前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说话的，就是哪怕是跟我很熟的朋友，可能主动也是对方。但是我近几年可能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就是可能为了缓解这个尴尬，可能也会比如说主动的去见缝插针找一些那种我可以说的那种话。明白。我当时看这节目，我其实第一感觉是觉得你在节目里很甜美，挺会照顾人的。因为我是对人的就是身边的人的情绪是比较敏感的那种，对，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快的就能感受到这个人开心或不开心。就我平时对朋友也是会这样子的。我有的时候感觉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他的性格会比较敏感，会比较就是对别人的情绪觉察比较敏锐的话，他会和你做自己是有一点点冲突的。你会有这种方面的纠结吗？如果你感受到别人可能因为你而不开心了，就直接聊天，就直接坦白的讲，就直接会把我自己的情绪会全部说出来。就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误会和一些问题的矛盾点，其实就在于没有表达、没有沟通这件事情上。你以前会觉得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会比较，我很在意，我非常在意。就其实包括现在我是什么呢？我是在意我在意的人，比如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粉丝们、我的就是那些，反正就总之吧，就是很多爱我、支持我，就是陪着我的这些人吧。你不能说一个人永远过的就是我什么，我真的可以完全不管不顾。我说的这个就是做自己，不是说你真的目中无人的。如果你目中无人，那就是真的已经很夸张了。少啰嗦为什么之所以我写的这么就是写的那么直接呢？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每个行业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有很多压力。那我其实希望，因为这首歌可以给到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就比如说我的歌词又是什么呢？早已厌倦了往日生活，没了自我，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会有这种迷茫的过程，你自己要就让这些东西就少啰嗦，你才会有更正能量的磁场去影响，去交到更好的朋友，去碰到更好的事情。和工作人员的老师他们聊的时候，他们都说觉得你其实挺小女生的，你觉得呢？有吗？我觉得是。大哥内心不服。我觉得是会有点吧，因为毕竟就是女生啊。会有什么时刻就觉得自己希望被照顾，或者是说依赖于别人，这样的就自己做一个妹妹那样的感觉？我纠结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这个一个事情里边，你可能剖析别人的事情或者给别人解围，都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你看得很清楚。但你自己在里边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会很模糊嘛，就是你很迷茫。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能需要去朋友给个意见，对，给意见啊，我听啊什么聊天什么。最近一次感到纠结的事是，今天穿什么？我是那种，比如说像昨天也是，我穿什么，我会夸夸拍完，然后发给他，发给我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来帮我选。就里面穿黑色、白色，我都有纠结一下。哎，宅在家里面，平常会比如说追综艺，或者说看看剧啥的吗？我会看一些综艺，然后看一些电影。然后也会喜欢在家里拼一下乐高啊，画画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沉迷于乐高，对，拼了个什么？拼了那个就是马里奥的那个游戏机，你知道吗？哦，我那个非常难。哦，就你拼出来了？非常难。牛！而且那个是18+可以玩才可以玩。对，就我很喜欢那种集中注意力在做一件事情的那种感觉，这样就会让你觉得特别解压，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事情，就很舒适。那不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不那么紧绷，不工作的时候就是完全跟工作又是两个状态了，比较放松吧。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很疯到什么程度？这个人突然不见了那种人。我的疯是那种疯，是我很不正常，很不正常。好了吧？是他说的话让你觉得这个人担心他的精神状况。对，就是那种会做出一些很奇妙的。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比如说看一些，什么未解之谜呀，人类无法去用语言科学解释的一些现象啊什么的，就我很好奇这种东西。就包括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去搜外星人的代码是什么。有没有就是很喜欢某一部，就是说可能这种科幻类的电影？那个叫什么呀？我这个人就是记名字记得非常不行。就是他们呢，就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竖着的飞船，然后很多架都在那个突然出现在那个一个城市里边，然后那些研究的科研人员进到了他的那个舱里边，进到舱里面发现那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像章鱼一样的降临，是降临，对，就这样把它粘在这个试纸上面，然后让它这样放在旁边挥发一段时间。我看你就前段时间微博就是那个在发你调香的那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对，是今年，就是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香水啊什么的这种有香气的东西，但就是我就买来 DIY 那种自己试一试，我感觉还不错，对，就感兴趣。喷上感觉会让你感觉很心情愉悦，还是说？对，就是我一定要喷香水，我出门一定要喷香水，如果不喷香水的话，我整个人都会非常不好。对，就是一种习惯吧，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木香，对，木质感香重一点的。然后我喷的一般都是中性香。你出门就是比如说喷香水的话，是看场合还是看心情？通常我看心情，看心情。就是我今天我特别想喷那瓶，我就一定会喷那个。对，但我们家有很多那种就剩个见底儿的，然后我会再买的那种。就我是一个很认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一直用，然后想吃一个什么东西就一直吃，直到吃到不为止。所以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今年正好本命年嘛，就是本命年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者是？今年都快过去了，姐姐。那你有希望实现的吗？咱就是说这个驾照，从18岁想考到现在了，还是没考。题我已经刷的差不多了，但是一旦要去考试，我就紧张。我一旦要去考试，我就行。所以你真去考了，还是说还没考？没有，就我想到我要去考试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很有压力，焦虑，怕我考不过。而且我觉得我可能考了，我也不一定能开车。就以我这个胆儿，我觉得。那为啥要考呢？就是想考一下嘛，就是感觉18岁的愿望到现在都还没实现。那未来一年有没有什么？我再尝试一下吧。还是这个愿望？对，毕竟我已经报了。你对这个3年之内不去考，这些就是报名就是白交了，对，白交了报名费。我是一个以前想特别多的人，啊，脑子里面乱七八糟事情特别多，但现在就还好了。比如说这个事情今天你过不去 ，OK， 那我们想怎么能过得去？反正怎么都能过得去，你这尽头你总会有路嘛，对吧？所以就是一个心态打开，就是把它打开。他明
是一个就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对，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会想着说还要想要去就是尽量温暖别人，照顾别人的情绪。就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其他问题，就是可能不是很开心，那几天我都也没有跟他讲具体是什么事情。然后呢，走了之后晚上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很长，就我那天晚上收到这段话，其实很感动。然后合作上之后的印象就是，感觉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第一次见到就跟正式合作，觉得好像比较冷酷的感觉，一个很酷的女孩。然后，但是她对于我来说，她对工作人员，特别尊重工作人员。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一直到现在，他不管是在每一个舞台上，就是唱啊跳或者唱跳类的，只要他去表演节目，他就会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会拍一下他的反送，或者是他舞台上，然后他每跳一遍，每唱一遍，他都要下来，就是都要拍一遍，他下来每一次都要看。就是如果说他拿出来看他这个表情啊，觉得他词儿啊，或者是哪儿表现不太好，他就会去重新录。就是他对舞台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很较真儿的人。就是美琪，你会就是希望在舞台上或者在人群当中能够做最耀眼的那个人吗？舞台上我当然希望了，但人群中不要。